圣旨下来的时候，我爹直接气晕了过去，我那好姐姐则掩着嘴，露出了一个幸灾乐祸的笑，而我差点没忍住当场笑出声。嫁给9000岁裴玄，那个身体有残、断子绝孙的太监头子，这简直是天大的喜事。传旨的太监捏着嗓子，将那明皇的圣旨宣读完毕。沈家嫡女沈之为择日完婚。我爹两眼一翻，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爹厅堂里顿时乱作一团，我娘扑在我爹身上，哭得肝肠寸断。我那庶出的姐姐沈青青一边假惺惺地喊着爹，一边用淬了毒的眼神剜我。她嫉妒我，嫉妒我占了嫡女的名头，即便要嫁给一个太监，也是皇帝亲赐的婚，是正妻，而她只能给一个行将就木的糟老头子做妾。可她哪里知道，我心里都快开出花来了。不用生孩子，天知道我有多怕生孩子。我恭恭敬敬地从传旨太监手里接过圣旨，脸上努力维持着悲戚。臣女接旨。那太监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皮笑肉不笑。沈小姐，恭喜了，能嫁于9000岁，是您天大的福分。我心里点头如捣蒜。是啊是啊，福分，天大的福分，嘴上却要应景。多谢公公。送走太监，我娘的哭声更大了。她一把拉住我的手，泪眼婆娑。我的威尔，我的苦命孩子啊！你怎么能嫁给一个阉人啊！我爹也悠悠转醒，指着我，气得浑身发抖。孽女，我沈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！我垂下眼，丢脸？比起生孩子疼死在床上，丢点脸算什么？沈青青在一旁煽风点火。妹妹，你以后可怎么办啊？守着一个不中用的男人，一辈子都没有依靠。她语气里的得意几乎要溢出来。我抬眼淡淡的看着她，沈青青的脸瞬间长成了猪肝色。我懒得再理会他们，抱着圣旨，我回了自己的院子。关上门，我终于忍不住，抱着圣旨原地转了3个圈。太好了，这简直是神仙日子。婚期定得很快，就在3日后，整个沈府愁云惨淡，只有我的院子里一片祥和。我该吃吃，该喝喝，甚至还胖了2斤。出嫁那天，我娘抱着我，哭得差点昏过去。沈青青站在人群后，那怨毒的目光几乎要将我的喜轿烧穿。我安然地坐在轿子里，甚至还有心情掀开帘子看了看外面。送亲的队伍很长，仪仗也很威风，不愧是9000岁，排场就是大。轿子一路抬进了9000岁的府邸，府邸很大，比我们沈家大了不知多少倍。亭台楼阁，雕梁画栋，气派非凡。我被喜娘扶着，跨过火盆，拜了天地。自始至终，我的新郎官裴玄都没有出现。拜堂的是一只大公鸡，周围的宾客窃窃私语，看向我的眼神里充满了同情和鄙夷，我全当没看见。别说拜公鸡，拜条狗都行。拜完堂，我被送入了新房。喜娘说了几句吉祥话就退了出去，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红烛高烧，映得满室通红。我有些饿了，掀开盖头，我毫不客气地走向桌子，那里摆满了点心和水果。我拿起一块桂花糕塞进嘴里，真甜。就在我吃得不亦乐乎时，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，我嘴里还含着半块糕点，猛地回过头，一个身穿大红喜服的男人逆着光站在门口。那是一张极其俊美的脸，剑眉入鬓，凤眸狭长，鼻梁高挺，薄唇紧抿。这就是裴玄，那个心狠手辣的9000岁，长得还挺人模狗样。他走到我面前，目光落在我鼓囊囊的腮帮子上。我下意识地咀嚼了2下，然后咽了下去，有点尴尬。他身上带着一股浓重的血腥气，混杂着冷冽的龙涎香，形成一种诡异又危险的气息。我闻到了，刚刚杀过人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赶紧站了起来，努力挤出一个温顺的笑容。夫君。裴玄没说话，他那双深不见底的凤眸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我，像是要把我从里到外看个通透。我被他看得头皮发麻。这位大佬不会有什么癖好吧？我心里开始打鼓。虽然不用生孩子，但要是天天挨打，这日子也不好过啊。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，他终于动了。他伸出手朝我的脸探了过来，我吓得一动不敢动，眼睛都闭上了。预想中的疼痛没有传来，一根冰凉的手指
轻轻擦过我的嘴角。我睁开眼，对上他探究的目光。他收回手，指尖上是一点白色的糕点屑。他将那点糕点屑缓缓地送进了自己的嘴里，然后他开口了，声音比我想象中要低沉，带着一丝沙哑。甜的。我愣住了，他吃了我嘴角的糕点屑，这是什么操作？我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完全无法理解眼前这个男人的行为逻辑。他不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吗？他不是个阴森狠厉的太监头子吗？怎么有点奇怪？裴玄看着我呆滞的模样，嘴角似乎勾了一下，但弧度小到几乎看不见。怕我？我下意识的摇头，然后又飞快的点头。哈，怎么可能不怕？你身上的血腥味还没散呢。裴玄似乎觉得我的反应很有趣，眼底的冰霜融化了一丝。他没有再靠近，而是转身在桌边坐下，给自己倒了一杯酒。坐。我挪着小碎步在他对面的位置坐下，身体绷得像一张拉满的弓。他喝了一口酒，目光依然没有离开我。为何愿意嫁？他的问题很直接，我心里飞快地盘算着，总不能说因为你是个太监，我不想生孩子吧？这话太直白，怕是会把他得罪死。我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。我低下头，做出一副羞涩又委屈的模样，声音细若蚊蝇：“生命难违。”4个字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，既保全了皇家的颜面，也表达了我的无奈。裴玄闻言发出了一声轻笑，那笑声很低，从喉咙里滚出来，带着一丝嘲弄。生命难违？我听不出他这话是褒是贬，只能继续装鹌鹑沉默。房间里只剩下烛火燃烧时发出的噼啪声，我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。这位大佬的气场太强了，跟他待在一个空间里，连呼吸都觉得费力。我偷偷抬眼去了他一眼，他正拿着酒杯慢慢地转动着，目光幽深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他的手指很长，骨节分明，指甲修剪得干干净净，很难想象这样一双手刚刚才沾染了鲜血。过来，好好待着。他突然开口，我一个机灵站了起来。夫君有何吩咐？他指了指自己身边的位置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磨磨蹭蹭地走了过去。刚一靠近，那股血腥味就更浓了。我强忍着不适，在他身边站定，他却突然伸出手，一把将我拉入怀中。我惊呼一声，整个人都跌坐在他的腿上，我整个人都僵住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太监不都是不近女色的吗？他想干什么？我闻到他身上的酒气混着血气，直冲脑门。他的手臂像铁钳一样紧紧地箍着我的腰，力气大得惊人。我挣扎了一下，没争动。别动。他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带着不容置喙的命令。我立刻就不敢动了。他的下巴抵在我的肩窝，呼吸喷洒在我的脖颈上，又热又痒，我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这剧本不对啊，说好的相敬如宾，井水不犯河水呢？怎么一上来就动手动脚的？我脑子里乱成一锅粥，难道传言有误？他难道不是太监？不可能！他9000岁的名号可是皇帝亲口认证的。那他现在是想干嘛？还是有什么别的特殊癖好？我越想越怕，身体抖得像筛糠。裴玄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恐惧，他没有进一步的动作，只是就这么抱着我。过了许久，久到我以为自己快要变成一尊雕像的时候，他终于松开了我。去睡吧。他淡淡的说道。我如蒙大赦，连滚带爬的从他身上下来，头也不回的冲向床榻。我用最快的速度脱掉外衣，钻进被子里，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。我听到身后传来他起身的动静，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我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。他不会是要跟我一起睡吧？脚步声在床边停下，我感觉到床沿微微下陷。他坐下了，我闭着眼睛，大气都不敢出。一只手伸进了我的被子，我浑身一僵，完蛋了。他果然有变态癖好，那只手没有乱动，而是准确地握住了我的脚踝。他的手心很烫，和刚刚冰凉的手指完全不同。我吓得缩了一下。别动。他的手指在我脚踝上轻轻按了按，一阵酸麻的感觉传来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因为今天一天又是行礼又是坐轿，我的脚踝有些肿了。他是在给我揉脚。我难以置信地睁开一条缝，偷偷看他。他垂着眼，神情专注，正不轻不重地给我按捏着脚踝。他按得很专业，力道恰到好处，酸胀的脚踝很快就舒服了许多。我彻底懵了，这个男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前一秒还像个索命的阎王，下一秒又变成了体贴的郎中，这反差也太大了。他给我揉了一会儿，然后收回了手，
休息吧，我在外面守着。他说完便起身离开了。我听到他去了外间，似乎是躺在了外面的软榻上。房间里重新恢复了安静。我躺在床上，睁着眼睛看着头顶的帐幔，久久无法入睡。这个新婚之夜和我预想的完全不一样，没有羞辱，没有冷遇，甚至还有一丝丝的温柔。我摸了摸自己还有些发烫的脚踝。裴轩，这个男人比传闻中要复杂得多。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。他刚刚抱着我的时候，我好像感觉到了什么，一个不该存在于太监身上的东西。我的睡意瞬间就没了。第二天，我是在一阵鸟鸣声中醒来的。我动了动，感觉浑身舒爽。昨晚睡得意外的好。我坐起身，发现外间的软榻上已经空了。裴轩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离开。一个穿着青色比甲的丫鬟听到动静走了进来。夫人，您醒了。她对我扶了扶身，态度恭敬。督主是下人们对裴玄的称呼。我点了点头。清河手脚麻利地伺候我梳洗更衣。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气色红润，一点也不像个新嫁娘，倒像是来度假的。梳洗完毕，清河领着我去用早膳，膳食很丰盛，摆了满满一桌，我一个人根本吃不完。督主呢？我随口问了一句。督主一早就上朝去了。心里暗暗松了口气，不用跟他一起吃饭，压力小多了。吃完早膳，我开始琢磨着该如何打发这漫长的一天。9000岁的府邸很大，我决定四处逛逛，熟悉一下环境。清河跟在我身后，为我介绍着各处的景致。不得不说，裴轩很会享受，这府里的每一处都布置得极为雅致，比我们沈家那个暴发户一样的宅子品味高了不止1点半点。我正逛得起劲，一个管家模样的中年男人匆匆走了过来。夫人，宫里来人呐，说是请您和督主回门。回门？我这才想起，按照规矩，新婚第3日是要回娘家的。我有点不想回去，一想到我爹那张臭脸，我娘的眼泪，还有沈青青那副幸灾乐祸的嘴脸，我就头疼。但这是规矩，不去不行。督主呢？督主还在宫里派人传话回来，说他稍后直接去沈府，让您先准备。我点了点头，也好，准备迎接一场硬仗。果不其然，我一回到沈府，就感受到了那种熟悉的、令人窒息的氛围。我娘一见到我，眼圈就红了。薇儿，你还好吗？她拉着我的手，上上下下的打量我，仿佛在检查我有没有缺胳膊少腿。我笑了笑，娘，我很好。我爹坐在一旁，冷哼了一声，别过头去，不看我。沈青青走了过来。妹妹回来了，瞧这气色，看来在督主府上过得还不错。她的话里带着明显的酸味，我还没开口，我娘就先不乐意了。青青，怎么跟你妹妹说话呢？娘，我这也是关心妹妹啊，毕竟督主她身份特殊，妹妹一个人怕是会孤单寂寞呢。我爹的脸色更黑了。我看着沈青青那张写满了快来看我多得意的脸，突然觉得有点好笑。姐姐说的是，我顺着她的话说道，夫君日理万机，的确很忙。沈青青以为我认怂了，更加得意。是啊，男人嘛，总是以事业为重，不像我们女人，嫁了人就只能在后宅方寸之地等着夫君的垂怜。对了，我忘了妹妹的夫君，怕是给不了妹妹想要的垂怜吧。你胡说什么？我娘气得浑身发抖，我却笑了。我走到沈青青面前，慢悠悠地整理了一下她鬓边的珠花。姐姐，这珠花真好看，是王员外送的吗？沈青青一愣，随即挺了挺胸膛。王员外对姐姐可真好。我一脸羡慕，不像我夫君，他从不送我这些女儿家的东西。昨天刚送了我城南的一座3进的宅子，还有城郊的100亩良田，说是给我当零嘴钱。我声音不大，但足以让在场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沈青青脸上的笑容僵住了，那得值多少钱？她那一对小小的珠花，跟这些比起来，简直就是个笑话。我看着她清白交加的脸，继续说道：夫君说，女人家有点自己的产业，腰杆才能挺得直，不像那些只能靠男人施舍几件首饰过活的，太可怜了。你……沈青青气得指着我，说不出话来。我爹和我娘也惊呆了，他们显然没想到裴玄对我竟然如此大方。我心里暗笑，宅子和地契是早上清河交给我的，说是裴玄的见面礼。我本来没当回事，没想到现在派上了用场。
就在气氛僵持不下的时候，门外传来一阵骚动，一个下人连滚带爬的跑了进来。老爷，夫人九千岁来了。话音刚落，一个高大的身影便出现在了厅堂门口。裴玄一出现，整个厅堂的温度仿佛都降了几分。我爹和我娘态度恭敬的近乎谄媚，沈青青也吓得白了脸，乖乖的退到一旁，连大气都不敢出。裴玄的目光在厅内扫了一圈，最后落在了我的身上。他朝我走了过来，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他走到我面前，当着所有人的面伸出手，极其自然地牵住了我的手。他的手心干燥而温暖。等久了。他的声音是一如既往的低沉。我摇了摇头，他牵着我走到主位上，毫不客气地坐了下来，顺便把我按在了他身边的位置上。裴玄端起下人奉上的茶，用杯盖轻轻撇了撇浮沫，没有喝。他抬起眼看向我爹，我爹赶紧躬身。本都的夫人，在本都这里是心尖上的人，若是让她受了半点委屈，本都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。裴玄的声音不大，却带着千钧的重量。他的目光缓缓地移到了沈青青的身上。9000岁饶命，妾身不是故意的。我爹和我娘也吓得腿软，差点跟着跪下去。我坐在裴玄身边，看着眼前这戏剧性的一幕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嫁给这个男人，好像比我想象中还要爽。从沈家出来，我跟裴玄同乘一辆马车，车厢里很宽敞，熏着淡淡的安神香，气氛有些微妙。我偷偷去他靠在软垫上，闭着眼睛，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。刚刚在沈家，他那番话着实是给我挣足了面子。虽然我知道他大概率不是真的把我当什么心尖上的人，只是在维护他自己的脸面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我还是成了他的情。我清了清嗓子，今天多谢你了。裴玄连眼睛都没睁开，只是从鼻子里发出了一声几不可闻的我撇了撇嘴，也不再自讨没趣。马车摇摇晃晃，我有点犯困。就在我昏昏欲睡之际，身旁的人突然开口了：那宅子何地可还喜欢？我一个机灵，清醒了过来。啊，喜欢的。我赶紧点头，谁会不喜欢钱呢？他又嗯了一声，然后就没下文了。我有点搞不懂他这人说话怎么就这么省字。回到府里，裴玄直接去了书房，我则回了我们的院子。清河迎了上来，我看着他，突然想起一件事。清河，府里有什么禁地吗？昨晚那个不该有的触感让我耿耿于怀，我必须得搞清楚裴玄到底是不是个真太监，这关系到我未来的幸福生活。清河愣了一下，随即答道：来回夫人，都主的书房和练功房没有允许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我眼睛一亮，有秘密，绝对有秘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裴玄都很忙，经常是早出晚归，有时候甚至直接歇在了宫里，这正合我意。我开始了我侦探生涯。白天，我以熟悉环境为由，在府里四处闲逛。书房的位置很好找，就在主院的东侧，门口有4个面无表情的侍卫守着，跟门神似的。别说人了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，硬闯肯定是不行的。我把目标转向了练功房。练功房在府邸的西北角，比较偏僻。奇怪的是，那里并没有人看守。我找了个机会，偷偷溜了过去。练功房的门只是虚掩着，我心里一阵窃喜，悄悄推开一条缝，朝里面看去。里面很空旷，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，墙边立着兵器架，上面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，角落里还有一个半人高的药桶。我闻到了一股浓重的药味，这没什么奇怪的。练武之人经常需要用药汤泡澡，活血化瘀。我正准备进去仔细看看，突然听到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，我心里一惊，赶紧闪身躲到旁边的一棵大树后面。来人是裴玄，他径直走进了练功房，额头上带着薄汗，显然是刚从外面回来。过了一会儿，里面传来了水声，他在泡澡。我的心砰砰直跳，一个绝佳的机会摆在了我的面前。要不要看一下？这个念头一出来，就像野草一样疯长。理智告诉我，这样做很危险，一旦被发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但好奇心却像一只小猫，不停地挠着我的心。天人交战了许久，好奇心最终战胜了理智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猫着腰将门推开一道更小的缝隙。透过缝隙，我看到了那个巨大的药桶。裴玄背对着我，整个身子都泡在褐色的药汤里，只露出一个宽阔的后背。他的背上布满了纵横交错的伤疤，有刀伤，有剑伤，层层叠叠。
很难想象他到底经历了什么。我看得有些出神。就在这时，泡在桶里的男人站了起来，我瞪大了眼睛，连呼吸都忘了。我看到了那个象征着男人尊严的东西，我的脑袋轰的一声炸了。传言是假的，裴玄他根本就不是太监，这个认知让我如遭雷击。我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，脚下不小心踩到了一根枯枝，咔嚓一声轻响，在寂静的院子里显得格外清晰。糟了，我心里一凉，练功房里传来裴玄冰冷的声音：谁？我吓得魂飞魄散，想也没想，转身就跑。我用了生平最快的速度，像一只受惊的兔子，拼命地往自己的院子冲。我能感觉到身后有一道凌厉的视线，死死地锁定了我的后背。完了，被发现了，他一定会杀了我的。我一口气跑回房间，关上门，背靠着门板，大口地喘着气，心脏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。清河听到动静走了过来：夫人，您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没事。我摆了摆手，跑得急了点。我稳了稳心神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怎么办？裴玄肯定知道是我了。他假太监的身份是欺君之罪，是灭九族的大罪。现在被我撞破了，他为了保守秘密，一定会杀我灭口。就在我六神无主的时候，房门被砰的一声踹开了。裴玄穿着一件单薄的里衣，头发还在滴着水，脸色阴沉地站在门口。你看到了什么？我腿一软，差点直接跪下。完了，东窗事发，要被杀人灭口了。我大脑飞速运转，思考着脱身之策。承认死路一条，不承认他肯定不信。怎么办？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，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哭得惊天动地，涕泗横流。裴玄显然没想到我会是这个反应，愣住了，连门口的清河都看傻了。我一边哭一边扑过去，抱住了裴玄的大腿。夫君，你太可怜了。裴玄整个人都僵住了，低头看着抱着自己大腿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女人，眼神里充满了茫然。我都知道了，我什么都看到了。夫君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，我一定会为你保守这个秘密。裴玄的眉头皱得更紧了。我知道你为了掩人耳目，为了在宫里活下去，不得不假装自己。是什么？你放心，我不会嫌弃你的，没必要为了我做假的。你是我夫君，我这辈子跟定你了。再说一遍。我说我不会嫌弃你的。前面那句。你找人做了个假的。裴玄的脸黑了，黑得像锅底。他深吸一口气，似乎在极力隐忍着什么，然后他一把将我从地上拎了起来，像拎小鸡一样。他把我拖进了里屋，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这是要关起门来杀人灭口了。我眼砸了，他把我扔在床上，然后欺身而上，将我压在了身下。你觉得我是假的？我被他看得心慌，难道不是吗？是真是假，你亲自验一验，不就知道了。他低下头，狠狠地吻住了我的唇，我被他吻得头晕眼花，浑身发软。更要命的是，我清楚地感觉到，这个男人从里到外，从上到下都是真的，货真价实。意识到这一点，我整个人都不好了。我的神仙日子，我的养老生活，我的梦想，全都要泡汤了。就在我以为自己要被他就地正法的时候，他突然停了下来。他抬起头，现在还觉得是假的吗？大哥，我信了，我真的信了，求你放过我吧。我拼命地摇头。裴玄看着我惊恐的眼神，眼底的火焰慢慢地熄灭了。他松开了我，从我身上翻了下去，躺在我身边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再次开口：我的事不准对任何人提起，包括你刚刚那些荒唐的想法。是，忘了今天看到的一切。我点头如捣蒜，忘，我马上就忘。我恨不得当场表演一个失忆。听到我的保证，他似乎满意了。他坐起身，整理了一下凌乱的衣服，准备离开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突然鼓起勇气问了一句：你不是太监，为什么所有人都说你是？裴玄的脚步顿住了。不该问的别问，知道的太多对你没好处。说完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一个人躺在床上，心乱如麻。裴玄不是太监，这个事实彻底打乱了我所有的计划。我嫁给他就是为了不用生孩子，现在这个最大的前提不存在了，那我们之间他随时都可能让我履行一个妻子真正的义务。一想到生孩子时的惨状，我就不寒而栗。不行，我必须想个办法，要么让他永远不碰我，要么就让他碰了也生不出来。自从那天撞破了裴玄的秘密，我们之间的气氛就变得更加诡异。他看我的眼神总是带着一种审视和探究，而我则像一只惊弓之鸟，
看见他就想躲。好在他真的很忙，我们见面的时间并不多，这给了我喘息和实施计划的机会。我的计划很简单，既然堵不住源头，那就掐断结果。我开始以调理身体为由，频繁地往京城的药铺跑。我不敢去太大的药铺，怕引人注目，只挑那些偏僻的小药店。我旁敲侧击地跟坐堂的大夫打听：“大夫，我有个姐妹身子弱，无意有孕，您看有没有什么方子可以避免一下？”大夫都是人精，一听就明白了。他捻着胡须，给了我一个我懂的眼神。这种伤身的方子，小店可不敢乱开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我从袖子里摸出一锭银子，悄悄塞了过去。大夫的眼睛亮了亮，不动声色地收下了。他提笔，很快写下了一个药方。我如获至宝，拿着药方，我又去了另一家药铺，把药材分批买齐，做细做全套。我还买了很多补身子的药材，混在一起，让人看不出端倪。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我把药材藏在自己院子里，每天偷偷的熬药。那药很苦，我每次都是屏住呼吸，一口气灌下去。为了我的自由，这点苦算什么？日子就在我每天偷摸喝药的紧张和刺激中，一天天过去。转眼就到了中秋，宫里要设宴，我和裴玄自然也在受邀之列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的宫宴，心里有点紧张。到了宫里，宴会设在御花园，到处都是穿着华服的皇亲国戚、达官贵人。我和裴玄的位置很靠前，就在皇帝下手不远处。可见他如今的圣宠。皇帝是个看起来很和善的中年男人，但眼神里却透着精明和算计。皇后端庄大方，坐在皇帝身边，母仪天下。宴会开始，众人推杯换盏，一派祥和。我没什么认识的人，也不想跟那些贵妇们虚与委蛇，便只低头吃着自己面前的点心。不得不说，御厨的手艺就是比外面的好。哟，这不是9000岁的夫人吗？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，也不跟姐妹们聊聊？我正吃得开心，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在我身边响起。我抬起头，看到一个穿着华丽的年轻妃子，她长得明艳，但眉眼间却带着一股子傲慢和刻薄。她是皇后的亲侄女，当今圣上最宠爱的淑妃，也是上次在沈家想看我笑话的沈青青未来的靠山。我站起身，不咸不淡地俯了俯身，见过淑妃娘娘。淑妃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，她用挑剔的目光将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。她身后的宫女们都捂着嘴笑了起来。我面无表情，这种低级的挑衅我懒得理会。见我没反应，淑妃觉得无趣，又把矛头指向了裴玄。说起来，本宫还真是羡慕沈夫人，9000岁位高权重又体贴入微，不像我们还要应付皇上。沈夫人倒是省心了，她故意在体贴入微上加重了语气，话里的讥讽不言而喻。周围几个竖着耳朵听的贵妇也都露出了心照不宣的笑容，她们都在笑我嫁给了一个太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抬起头，脸上露出了一个温婉的笑容。娘娘说的是，夫君对臣妇的确是体贴入微。我站起身，走到裴玄身边，很自然地为他倒了一杯酒。夫君日夜为国操劳，甚是辛苦，臣妇不能为夫君分忧，只能在这些小事上尽尽心意。我的声音不大，但足以让周围的人都听见。裴玄抬眼看了我一眼，他没有拒绝，接过了我递过去的酒杯，一饮而尽。淑妃的脸色有些难看，她没想到我竟然会当众秀恩爱。她冷笑一声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太监匆匆走到皇帝身边，耳语了几句。皇帝的脸色微微一变，他看了一眼歌舞升平的宴会，然后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。沈氏，皇帝突然开口，我心里一惊，赶紧跪下。臣妇在。这听说你当众炫耀，说9000岁送了你城南的宅子、城郊的良田，你可知罪？我的心沉了下去。炫富是大忌，尤其是在皇帝面前。我趴在地上，冷汗瞬间浸湿了后背。我知道我被人算计了，沈青青和淑妃他们联手给我下了一个套，他们就是要借着回门之事，在皇帝面前给我上眼药，治我一个嚣张跋扈、仗势欺人的罪名。而我很不幸地踩了进去，我该怎么办？认罪？那裴玄的脸面何在？他刚刚才帮我撑了腰，不认罪那就是欺君。我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。就在我不知所措之际，一只手将我从地上扶了起来，是裴玄。他站在我身前，将我护在身后，他对着皇帝微微躬身：陛下，臣的夫人年幼无知，若有冲撞之处，还请陛下降罪于臣。他的声音依旧是平淡的，听不出任何情绪。他竟然把所有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，心里五味杂陈。皇帝看着裴玄，眼神意味不明。哦，9000岁这是要替你夫人顶罪？不敢，是臣管教不严。夫人年幼，又是第一次得如此厚赏，一时得意忘形，
说了些不合时宜的话。裴玄不卑不亢，他这番话说的滴水不漏，既承认了我的错，又把这错归结为年幼无知、大事化小，同时也点明了宅子和田地是他送的，这是他们臣子之间的事，与我一个妇道人家无关。皇帝沉默了片刻，淑妃见状，不甘心地插了一句：“9000岁也太宠着夫人了，仗着9000岁的事就如此嚣张。若是不加以惩戒，日后还不知会惹出什么祸事来。”裴玄连眼角都没扫他一下，只是静静地看着皇帝。他在等皇帝的决断。整个御花园鸦雀无声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这里。许久，皇帝笑了。9000岁为国操劳，劳苦功高，赏赐些身外之物也是应该的。沈氏，你起来吧。谢陛下。我松了口气，从地上站了起来。一场危机就这么被裴玄轻描淡写的化解了。淑妃的脸气得发青，却又不敢再说什么。宴会继续，但我已经没什么心情吃东西了。我坐在裴玄身边，心里乱糟糟的。他又一次帮了我，为什么？他明明可以不管我的，就算皇帝降罪于我，也牵连不到他身上。他为什么要出头？我偷偷看他，他正端着酒杯，面无表情地看着台上的歌舞，仿佛刚刚什么都没发生过。这个男人越来越让我看不懂了。宴会结束后，我和裴玄坐着马车回府，车厢里依旧是一片沉默。我几次想开口，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说谢谢太苍白了。快到府门口的时候，他突然开口了：“以后离淑妃远一点，她今天是冲着我来的。”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冷意，我愣住了。冲着他来的？为什么？不该问的别问。又是这句话，我有些恼了。为什么不能问？我是你的妻子。今天在宴会上，我差点就被人当成靶子了。我连我的敌人是谁，他为什么要对付我都不知道。你知道了，又能如何？凭你。他的话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，我被他噎住了。是啊，凭我能如何？我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背后只有一个不中用的娘家。在这些权贵面前，我跟一只蚂蚁没什么区别。一股无力感涌上心头，我垂下头，不再说话。马车停了，我们到家了。我率先下了车，一言不发地往院子里走。裴玄跟在我身后。回到房间，我坐在梳妆台前，自己卸着头上的珠钗。清河想上来帮忙，被我挥手赶了出去。我心情很不好。裴玄就站在我身后，透过镜子静静地看着我。生气了？我没理他。他走到我身边，从我手里拿过一根簪子，帮我从发髻上取了下来。他的动作很轻柔。淑妃的父亲是户部尚书，前些日子我刚查抄了户部的一个贪官，是他的门生。所以他今天是在报复你？那你查抄他门生，是因为他贪腐，还是因为他是户部尚书的人？裴玄放下簪子，看着我的眼睛。有区别吗？我明白了，于他而言没有区别，只要是挡了他路的人，不管是谁，他都会毫不留情的清除。这就是裴玄，心狠手辣的9000岁。我突然觉得有些冷。我嫁的这个男人，他的世界充满了血腥和阴谋，而我已经被卷了进来。怕了，沈之薇，从你嫁给我的那天起，你就没有退路了。他的声音冰冷而残酷。要么就安安分分的当好你的9000岁夫人，我会保你一世荣华；要么就带着你的那些小心思去死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他知道了，他知道我喝避子汤的事了。我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是吗？我还在做最后的挣扎。他冷笑一声，松开了我。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纸包，扔在了我的梳妆台上。纸包散开，里面是一些褐色的药渣。我瞳孔一缩，那是我今天早上刚倒掉的药渣。他什么时候发现的？他一直派人监视我。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。你以为你的那些小动作能瞒得过我？他的声音像是从地狱传来。沈之薇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想活还是想死？我想活，我当然想活。既然他早就知道了，为什么一直不动声色？是想看我像个小丑一样，每天偷偷摸摸的演戏吗？我只是不想生孩子，我怕疼，我怕死。我娘生我弟弟的时候，差点就没命了。我不想跟他一样。裴玄看着我，没有说话，他的眼神很复杂，有愤怒，有冷漠，但似乎还有一丝别的东西，我看不懂。所以你就给我下药。他终于开口，声音里压抑着怒火。不是给你下药。我赶紧解释，那药是我自己喝的。有区别吗？我愣住了。是啊，有区别吗？不管是给他下药，还是我自己喝药，我的目的都是为了不怀上他的孩子。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背叛和羞辱，尤其他还是个正常的男人。没有哪个男人能容忍自己的妻子如此抗拒为他生儿育女。沈之薇，你的胆子比我想象中要大得多。他一步步向我逼近，身上散发出的压迫感让我几乎无法呼吸。你以为我不敢杀了你？我毫不怀疑他敢。
他连皇帝的宠妃都敢得罪，杀一个无足轻重的我，对他来说比捏死一只蚂蚁还容易。我闭上了眼睛，等待着死亡的降临。嫁给他，虽然没过上想象中的神仙日子，但至少也风光了几天，值了。预想中的疼痛没有传来，一只冰凉的手抚上了我的脸颊。我睁开眼，看到裴玄近在咫尺的脸，他的眼神依旧冰冷，但手指的动作却带着一丝温柔。就这么想死？我没说话，只是倔强地看着他。他突然笑了，那笑容很淡，却像冰雪初融。可惜没有我的允许，你死不了。他收回手，转身在桌边坐下。从明天起，我会让府医给你开方子，好好调理身体。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，他不杀我，还要给我调理身体。他想干什么？让我调理好身体，然后好给他生孩子？不，我不要，我不要生孩子。你杀了我吧。生不生不是你说了算。沈之薇，你最好搞清楚自己的身份，你是我的妻子。我不是，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，大声反驳道。我嫁给你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说你是个太监，我嫁的是太监，不是一个正常的男人，我没有责任为你生孩子。砰的一声，梳妆台瞬间裂开，我被吓了一跳，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动手。裴玄看着我被吓了一跳，似乎也愣了一下，他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懊恼，但很快就被冰冷所取代。看来是我太纵容你了。他的声音不带一丝感情。从今天起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踏出这个院子一步。他要软禁我。来人，看好夫人，他要是敢踏出院子半步，或者再动什么不该有的心思，就打断他的腿。侍卫躬身领命，裴玄不再看我一眼，转身拂袖而去。房门被重重的关上，我一个人跌坐在冰冷的地上，脸上是火辣辣的痛，心里却是一片冰凉的绝望。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，我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被彻底软禁在了这个小小的院子里。门口有侍卫把守，清河也被调走了，换来了2个面无表情的婆子，监视我的一举一动。每天府医会准时送来一碗黑漆漆的汤药，那药比我之前喝的婢子汤还要苦上10倍。我不想喝，但婆子会捏着我的嘴，强行给我灌下去。我反抗过，绝食过，但换来的只是更粗暴的对待。裴玄再也没有出现过，他好像彻底忘了我这个人。我的身体在汤药的调理下一天天好起来，但我的心却一天天沉下去。我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雀，失去了所有的自由和希望。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。我开始想念那个虽然危险，但至少还会跟我说话，会为我出头的裴玄，而不是现在这个冷酷无情的恶魔。这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又回到了沈家，我还是那个无忧无虑，一心只想躺平的2小姐。圣旨没有来，我没有嫁给裴玄，我爹给我找了一门亲事，对方是个家世清白的秀才，我们成亲生子。我躺在产床上，声嘶力竭的尖叫，我死了。我猛地从梦中惊醒，浑身都是冷汗，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心脏狂跳不止。就在这时，我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冷冽的龙涎香，我僵住了。我缓缓地转过头，看到床边站着一个黑色的身影，是裴玄。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，就那么静静地站在黑暗里，像个幽灵。做噩梦了。我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是噩梦，也不是噩梦，那是我最恐惧的未来。他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，在床边坐了下来，月光透过窗户照在他半边脸上，明暗交错。还在怕？他的声音比平时要柔和一些。我点了点头，怕的要死。他沉默了。我答应你，可以暂时不要孩子。他的话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我死寂的心湖，激起了一圈圈涟漪。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君子一言，可你不是君子。我下意识地反驳，你是权倾朝野的奸佞。裴玄被我噎了一下，随即失笑。裴玄一言驷马难追，我还是不敢相信，他怎么会突然改变主意？他顿了顿，又补充了一句，只是觉得把你逼死了，对我没什么好处。一个心甘情愿的妻子，总比一个一心求死的怨妇要好得多。我看着他，试图从他脸上找出撒谎的痕迹，但他隐藏得太好了，我什么都看不出来。你要我怎么信你？他突然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，他的手心很烫。我若想要你，你以为你喝的那几碗破药能挡得住？他的话很粗俗，却也很直接。是啊，他若真想要，我根本反抗不了，他没必要骗我。那些药调理身体的，你身子太弱。他松开我的手，站起身。从明天起禁足解除，但你最好安分一点，别再给我惹麻烦。说完，他便转身离开了。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我坐在床上，看着他消失在黑暗中的背影，心里百感交集。他放过我了，我自由了。第二天，院子门口的侍卫果然撤走了，那2个监视我的婆子也不见了。清河又回到了我身边，看到我，眼圈都红了。夫人，你
受苦了。我摇了摇头，笑了笑，一场风波似乎就这么过去了。我重新获得了自由，虽然我依然看不透裴玄这个男人，但我知道他暂时不会再逼我了，这就够了。生活仿佛又回到了正轨。裴玄依旧很忙，但偶尔他会回院子跟我一起用膳。我们之间的话不多，但气氛却不再像以前那么剑拔弩张。他会给我夹菜，会问我白天都做了些什么，像一对最普通的夫妻。这种平静让我有些沉溺，我甚至开始觉得这样的日子也还不错。直到那天，裴玄破天荒很早就回府了，而且他还带回来一个人，一个浑身是血、昏迷不醒的男人。他把那个男人安置在了我们院子旁边的一间密室里，然后他找到了我。你会处理伤口吗？他问我，神情是前所未有的凝重。我愣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我娘身体不好，我从小就跟着大夫学了些粗浅的包扎止血之术。跟我来。他带着我走进了那间密室，密室里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儿。那个男人躺在床上，胸口有一道深可见骨的刀伤，血流不止。裴玄递给我一个药箱，救活他。他的语气不容置喙。我看着那个男人惨不忍睹的伤口，胃里一阵翻涌，但我知道我不能拒绝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走上前，开始动手处理伤口，清洗、上药、包扎。我做得满头大汗，裴玄就站在一旁，静静地看着。他的眼神很专注，也很复杂。等我处理完伤口，天已经快亮了。那个男人的呼吸平稳了许多，我累得快虚脱了。他是什么人？我忍不住问。不该问的别问。又是这句话，但我这次没有生气，我只是看着他，轻声说道：裴玄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他做的所有事都像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，查抄贪官，安插亲信，结交武将，还有这个神秘的身受重伤的男人，他到底在谋划什么？裴玄看着我，沉默了许久。就在我以为他不会回答的时候，他突然开口了：沈之薇，如果有一天我告诉你我要做的是改朝换代，你会如何？他的声音很轻，却像一道惊雷在我耳边炸响。改朝换代？他要谋反？我惊得后退了一步，撞在了身后的桌子上，茶杯掉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我看着他，嘴唇颤抖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他疯了，他一定是疯了。裴玄看着我惊恐的表情，自嘲地笑了笑。我就知道。他转过身，似乎不想再跟我多说。夫君，我突然叫住了他。他回过头，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我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你若是想做皇帝，那我就是你的皇后。裴玄的身体猛地一震，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那双一向古井无波的凤眸里掀起了惊涛骇浪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出那番话，或许是被他眼中的孤寂所触动，又或许是在这几个月的相处中，我的心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偏向了他。谋反是灭九族的大罪，我既然已经嫁给了他，就早已和他绑在了一起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我没有别的选择，与其被动的接受命运，不如主动的站到他身边。裴玄看着我，看了很久很久，久到我以为时间已经静止，然后他笑了，发自内心的笑了。他本就生得俊美，这一笑更是如同冰雪消融，春暖花开，颠倒众生。他朝我走过来，将我紧紧地拥入怀中。他叫着我的名字，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。之薇，我此生定不负你。我把脸埋在他的胸口，感受着他有力的心跳。这一刻，我不再害怕，不管前路是刀山火海，还是万丈深渊，有这个男人在，我便无所畏惧。那个受伤的男人，在我的照料下，一天天好了起来。他叫林峰，是裴玄最信任的心腹之一。这次他受伤，是因为去截取一份密函时中了埋伏。那份密函至关重要，关系到裴玄整个计划的成败。虽然密函到手了，但他们的人也暴露了。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。裴玄变得更加忙碌，他每天都待在书房和林峰等人商议到深夜。我帮不上什么大忙，只能做好后勤，为他们准备茶点，处理一些琐事。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了权谋斗争的残酷和危险，每一步都如履薄冰，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。这天夜里，我给他们送宵夜过去，书房的门没有关严，我听到里面传来林峰焦急的声音：督主，我们的人查到韩将军那边似乎有些异动，他最近和太子走得很近。韩将军是手握京城兵权的九门提督，他一直是裴玄想要拉拢的对象。如果他倒向了太子，那对裴玄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。太子他终于坐不住了。督主，我们必须尽快动手了，否则夜长梦多。不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我们的兵力还不够。裴玄的声音斩钉截铁：传令下去，让所有人都潜伏起来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轻举妄动。是。我端着托盘站在门外，手心全是汗，气氛越来越紧张了。我推门进去，书房里的几个人将宵夜放在桌上。夫君，先吃点东西吧。裴玄看了我一眼，点了点头。他拿起一个包子，咬了一口，却像是在嚼蜡。我知道他压力很大。等林峰他们都退下后，书房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。我走到他身后，伸出手，轻轻地为他按捏着肩膀。别太累了。他抓住我的手，放心，
我心里有数。等事情了了，我带你回江南，好不好？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向往。江南，你的家乡？他点了点头。那里有小桥流水，有乌篷船，有听不完的平淡，不像京城，到处都是算计和血腥。我靠在他的怀里，想象着他说的画面，那样的生活很美好。好，我笑着答应。到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管，就游山玩水。好。他低下头吻了吻我的额头。就在这难得的温情时刻，书房的门被猛地撞开，一个侍卫连滚带爬地冲了进来，脸色惨白如纸。督主，不好了！裴玄的脸色瞬间沉了下去。何事如此惊慌？那侍卫喘着粗气，声音里带着哭腔。宫里传来消息，皇上他驾崩了。什么？我和裴玄都愣住了。皇帝死了？怎么会这么突然？前几天不还好好的吗？不仅如此，太子他拿着一份先帝遗诏，说是先帝传位于他，还说您图谋不轨，意图谋反。现在九门提督韩将军已经带着人把我们府给包围了。侍卫的话如同一道道晴天霹雳劈在我的头顶。皇帝驾崩，太子继位，裴玄谋反，包围府邸，这一切都发生的太快太突然了。这是一个局，一个从一开始就为裴玄设下的必死的局。我看向裴玄，他的脸上没有丝毫的惊慌，甚至连一丝意外都没有。他只是静静地听着，眼神冷得可怕。他走到窗边，看着外面黑压压的举着火把的士兵，肃杀之气扑面而来。他笑了，那笑容带着一丝疯狂，一丝决绝。太子韩将军。他低声念着这两个名字，像是在咀嚼。你们以为这样就能赢了吗？他转过身看向我，那双凤眸里燃着熊熊的烈火，是毁天灭地的疯狂。知微怕吗？我看着他摇了摇头，然后我走到他身边，握住了他冰冷的手。不怕。他笑了，紧紧地回握住我的手。好。他拉着我一步步走向门口，门外是千军万马，是太子精心为他准备的死亡盛宴。他拉开门，外面火光冲天，韩将军穿着一身盔甲，骑在马上，手持长剑，遥遥地指着他。裴玄，你这个乱臣贼子，还不束手就擒！裴玄看着他，嘴角的笑容越发诡异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举起了自己的右手，然后打了一个响指。清脆的响指声在喧嚣的夜里并不响亮，但就在这声响指落下的瞬间，我们脚下的大地突然开始剧烈地震动了起来。大地震动的瞬间，韩将军胯下的战马率先受惊，扬起前蹄焦躁的嘶鸣，将毫无防备的韩将军晃得一个趔趄。围在府邸外的士兵们更是乱作一团，火把在慌乱中碰撞，火星四溅，原本肃杀的阵型瞬间溃散大半。我紧紧攥着裴玄的手，能清晰感受到他掌心的沉稳与脚下剧烈的震动形成鲜明对比。他依旧站在那里，身姿挺拔如松，嘴角噙着那抹胜券在握的冷笑。夜色中，几道黑影如鬼魅般穿梭，原本包围府邸的士兵后方传来阵阵惨叫与厮杀声。火光里能看到一群穿着黑色劲装的人正从后方突袭，他们身手矫健，招式狠辣，显然是训练有素的死士。韩将军，你以为我真的会毫无防备的等你来围堵？裴玄终于开口，声音透过喧嚣的战场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。你和太子部的局我早已知晓，这府邸之下埋着阵地的机关，而你身后的援军如今怕是已经成了我的囊中之物。韩将军脸色骤变，转头看向后方的混乱，眼中满是惊骇。他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从一开始就落入了裴玄的圈套。所谓的包围，不过是将他和他的兵力引入裴玄早已布好的陷阱。给我杀出去！韩将军嘶吼着挥剑指挥士兵反击，可混乱的阵型早已无法凝聚战力，面对黑衣死士的突袭，只能节节败退。裴玄拉着我转身退回府内，将战场的喧嚣隔绝在门外。林峰带着几个心腹匆匆赶来，躬身道：督主，一切按计划进行。宫内的眼线传来消息，太子已经在筹备登基大典，以为胜券在握了。很好，传令下去，按第二套方案行事。宫内的人该动手了。林峰领命，立刻转身去安排。我看着裴玄沉稳的侧脸，心中的不安彻底消散。原来他早已洞悉一切，所谓的兵力不足，不过是迷惑敌人的假象。他布下的局远比我想象的更为缜密。跟我来。裴玄握紧我的手，带我走向府邸深处的密道。密道狭窄却很干燥，显然是常年维护的结果。走了约莫一炷香的时间，密道的尽头豁然开朗，竟是一处隐蔽的院落。院落里停着几辆马车，车夫早已等候在此。这是去皇宫的近路。我轻声问：是。裴玄帮我整理了一下被风吹乱的发丝。
太子急于登基，必然会在皇宫内布下重兵，但他想不到我们能从这条密道直接进入宫城腹地，接下来的事会有些凶险，你怕吗？我摇了摇头，踮起脚尖，在他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。裴玄眼中闪过一丝动容，他俯身，深深吻住我的唇，这个吻充满了温柔与坚定。等我，我很快就回来。他转身跳上一辆马车，凌风等人紧随其后。马车驶离院落的瞬间，我站在原地，望着他们远去的方向，心中默默祈祷。我知道这一战不仅是裴玄的生死之战，也是我们未来的决胜之战。宫城内的厮杀声比府邸外的更为惨烈。太子虽然布下了重兵，却低估了裴玄在宫中安插的眼线与势力。那些潜伏在宫中多年的人，在裴玄的信号发出后，瞬间发难，直扑太子所在的太和殿。我坐在隐蔽院落的房间里，听着远处传来的阵阵喊杀，心中虽有担忧，却异常平静。我知道裴玄一定会赢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外面的厮杀声渐渐平息，天空泛起鱼肚白，一道晨曦透过窗棂照进房间，驱散了一夜的阴霾。门外传来熟悉的脚步声，我立刻起身，快步走到门口。裴玄站在门口，身上沾着些许血迹，脸色有些苍白，却难掩眼底的锋芒与疲惫后的释然。他看到我，眼中的锐利瞬间柔和下来，快步走上前，将我紧紧拥入怀中。结束了。他在我耳边低语，声音带着一丝沙哑，却充满了轻松。我埋在他的怀里，泪水不受控制的滑落。这泪水有后怕，有欣喜，更多的是尘埃落定后的安心。太子兵败被擒，韩将军战死沙场，那些曾经依附于太子的官员，要么被裴玄的势力肃清，要么识时务的倒戈投降。一夜之间，京城的权力格局彻底改写。3日后，裴玄以清君侧、诛逆党的名义扶持年幼的皇子登基，自己则以摄政王的身份总揽朝政。朝堂之上，再也无人敢质疑他的权威。成为摄政王妃的日子，与我最初想象的躺平生活截然不同。我不再是那个只想逃避生孩子的沈知微，而是开始学着打理后宅，为裴玄处理一些琐事，甚至在他处理朝政遇到瓶颈时，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给他一些建议。裴玄兑现了他的承诺，并没有让我要孩子，他甚至主动找来最好的大夫，询问是否有温和的避子之法，只为了让我安心。这天夜里，我和裴玄坐在庭院里赏月，月光皎洁，洒在石桌上，映得杯中酒泛起淡淡的光晕。还记得你当初嫁我的原因吗？我端着酒杯，笑着问他。裴玄放下酒杯，将我揽入怀中，低头在我额上印下一吻。记得你说嫁给太监不用生孩子。他顿了顿，眼中满是宠溺。我后来才知道，你怕生孩子，是因为亲眼见过你娘难产的模样。知微，对不起，当初不这么粗鲁。我靠在他的怀里，摇了摇头。都过去了，现在这样很好。是啊，很好。他轻声应着。等我彻底稳定了朝局，就带你去江南，我们去看小桥流水，坐乌篷船，听评弹，再也不管这些朝堂纷争。我抬头望向他深邃的眼眸，那里映着月光，也映着我的身影。我知道他说的话一定会兑现。月光下，我们相视而笑。未来的路还很长，但只要我们携手同行，便无所畏惧。